哎呀，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来日本。感谢高家老菜包赞助播出。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桌面上一大堆？这一次高家老菜包呢寄给我们一大堆的产品，哇，非常的开心。在这边先感谢一下，拍手。老菜包不是一个一般人都可以吃得到的食材，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食材哦，它又俗称为欧金。用老菜包去炖的汤啊，尤其是菜包鸡，哇，那个味道真的会让你永生难忘。这一次呢，高家老菜包把这样很经典的食材做成像现在这样子画面上看到的这种料理包，像这种一包一包的炖汤包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家庭一餐的量，大概2、3人份，适合我们呢。没错，他找我们就是对的，好不好？所以接下来1周，我们就会利用高家老菜包给我们这些炖汤包，还有它的这个。来秀出来给大家看，经典老菜包来做出一些关于老菜包的炖汤还有料理，所以我们这一次没办法全部都开箱了，我们大概1个礼拜7天嘛，周末要去外面拍片，所以1到5呢，我们就来开5种给大家看。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第1天。我们今天用的是经典老菜包炖汤包。许先生呢，用这个炖汤包做了一个香菇鸡汤。不是我要做香菇鸡汤，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有点中计，因为它这一包呢，其实非常的方便哦，就是你只要一个这个汤包，然后再放上你要的主菜，像我们这一次挑的是鸡肉，我们要做鸡汤，然后再放一些蛤蜊，然后基本上这一锅汤就这样子很简单的就做好。它真的超棒的，一打开那个香菇，好几朵，我整个心花朵朵开，有够开心，好嗨桑！我们刚刚在煮的时候大吵一架，因为我本来不想要放香菇，对吗？怎么可以不放香菇？人家就是固定的汤包配料，好不好？你所有配料通通都要给它加下去，它才会是高家老菜包最完美的比例，好吗？我们今天第1天有一点手忙脚乱，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炖汤包真的还比我想象中的方便很多，因为我一开始是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昨天之前我只有用这个，就是它的经典老菜包一般的这种包装，它这一包里面就是全部都只有老菜包，所以我以为它今天这一包里面也是一样，是只有老菜包跟一些就是小东西而已，结果想不到它每一个汤的所需要的材料都分装的非常的漂亮，像它经典老菜包这个汤包啊，里面就有枸杞、红枣、黑糖、蒜片、姜片，还有老菜包，跟我刚刚最爱的香菇，全部都帮你传便便，就有点像是你去中药行已经买了一个很完整的汤底了啦。整包给落落，然后水落落，鸡啊落落，这样就可以了。就会塞加喽。好，先帮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系列就是主打的，像我们2个这种就是上班族，下班已经累得他妈要死，洗碗都要靠洗碗机的人。当然，你煮汤跟煮饭一定要非常的方便。它这边就是整个炖汤包丢下去，鸡肉丢下去，最后上桌的时候再放上蛤蜊，哇，直接这个汤就忙够够。其实现在的味道真的非常香，超级有够无敌香的。其实它这个汤包煮起来啊，我觉得4人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的汤头也太甘甜了吧！这真的是我们煮的吗？喝下去之后，发现那个汤真的是有一种老菜包它带来的一个甜味。你越喝会觉得，哎，你怎么甘低尾韵，那个甜甜的味道很舒服，非常的舒服。里面的香菇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每一朵都这么完整。我们鸡肉只是随便买好事多的去骨鸡腿肉，按那切切的该蛋你可以直接就炖出一锅鸡汤来了。我是觉得有空的话哦，你们如果去市场买那种正土鸡下去煮鸡汤，一定超好吃。这汤我真的什么都没加哎，我没有加盐，也没有加任何的那种鸡粉或什么调味，完全没有，就是这个汤包。我们现在汤底里面呢，就是有淡淡的姜味。淡淡的红枣味，淡淡的香菇味，跟最后老菜包的甘甜味，我觉得整锅汤根本就是精华再精华。我觉得老菜包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食材，它在我们刚刚在做菜的时候，我们拿起来在那边摸闻啊，还觉得很臭。说实在，那个味道真的有点臭，我是不喜欢。可是它煮汤之后，那个味道真的是完全变了一个样哎，好扯哦。难怪有人说它是欧金啊，就是一个很棒的润滑剂，让每个食材都在里面发挥它最好的。它就是这个汤头里面的那个连接剂灵魂。我觉得我们自己煮的完全不输外面的菜包给。这一碗我们刚刚煮的那一碗出去卖600块，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耶，完全没有问题。他们还不会知道我用的是好事多的鸡腿肉下去煮而已哦，成功。
虽然说有香菇，我稍微扣一点点。我给2个。除了鸡汤之外呢，许先生今天还用他们的老菜脯陈年萝卜干，它里面是这个，就这样一包。这个里面有3包这个，它这个1包大概是50公克的老菜脯。这个卤味的功夫稍微比较复杂了一点。第一个我们备的料是包含了卤蛋，然后还有豆干，我喜欢吃豆干，然后还有白萝卜，然后跟3层肉，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食材呢全部丢下去，然后再把这一包稍微洗一下，啊也是丢下去，然后蒜头丢下去，姜丢下去，葱丢下去，八角丢下去，然后酱油随便倒，然后米酒随便倒，然后水随便倒，然后放在那边煮个30分钟，然后就弄好。就香喷喷的卤味出来了。我刚刚已经试吃过了，绝对是没有问题。这一道菜已经是比刚刚那个鸡汤再稍微花一点功夫了。可是就我们的料理手法的话，我自己算包含拍摄，我们大概花了20分钟。这个搭白饭真的超级好吃的。这个高家的老菜脯啊，很厉害的，就是你就会意外的这个卤味变得甘滴甘滴。它完全取代了那个甘甜味，真的。老菜脯卤肉，我先给一个大拇指。我会给一个斜的，因为它还没有卤透，我觉得明天会变这样。不会，我已经觉得以这样的料理方式，这个简单程度，职业妇女我给双手赞成。第2缸。第2天。第2天呢，许先生煮了1包凤梨老菜脯汤包。今天这个凤梨老菜脯啊，它里面有老菜脯、凤梨干、青春菜脯、红枣。今天这一锅汤呢，我们一样非常的简单，我们就是把好事多的去肚鸡腿肉咚咚咚咚咚。今天我觉得我的料理速度又更快一点点，因为昨天大概花了30分钟左右，今天在备料上大概只花10分钟。啊，这个炒豆干比较复杂啊，这一包我基本上就是汤包打开，鸡肉剁碎，然后直接丢下去，然后就开始煮。就有这么美味的一锅汤了，那个味道现在超级香，有够香的。另外炒豆干的部分，虽然说许先生说很复杂，那个豆干我就是只有用蒜头，然后葱、辣椒、酱油、米酒，然后把豆干切片之后呢，然后稍微先煎一下上色，然后辛香料下去爆香，然后再加上那个酱油，然后豆干下去炒一炒，最后再放上九层塔跟香油，这样起来就很好吃了。啊它呢？老菜脯是在那个一开始就是爆香的那个部分，我就先老菜脯就下去。而且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星期一，我们礼拜一的这个卤肉，我觉得它到今天之后开始渐渐的进入完全体的状态。这一道豆干好好吃，不知道是它的老菜脯，还是你加了一点点糖的效果。我觉得它整个吃起来就像昨天的调味，甘丁的味道又让我回忆起来了。会不会有可能是我炒的很厉害？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老菜脯。不得不说我自己炒的真的蛮好吃的，这豆干真的很好吃哎，真的很好吃，超级下饭的。我本来预期这一道啊会很死咸，因为又加了老菜脯，又加了酱油，我本来觉得。这一道没有吃白饭应该是没看起喽，结果意外的很好吃。那老菜脯它经过烹调之后，它的那个甘味又会释放出来。我觉得它好厉害哦！它一打开的时候，其实那味道很重很臭，结果意外煮进去都没有刚刚打开的那个包装的味道，反而变得它就是融在菜里面，它本来就应该在菜里面的那种感觉，很厉害。它是一个很厉害的配角哦。真的是这一次有这个高家老菜脯赞助我才知道原来老菜脯煮下去之后，那个味道跟闻的时候完全。我来喝一下今天的凤梨鸡汤。其实我刚刚打开的时候啊，发现它里面真的放了那种凤梨干呢。真的啊，它凤梨干超大包啊。其实一般人要煮一个老菜脯凤梨鸡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今天凤梨鸡汤啊，它走的派系真的比较果香味，它没有昨天的中药味这么重，它反而走的是那种水果清甜的香味。昨天那个经典老菜脯，我觉得它的口味真的是偏重一点，也很好喝。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喜欢香菇，但是相较于今天，我就会觉得这个汤的口味又更中间一点。它很适合夏天喝，因为这个凤梨鸡汤超清爽。但我要驳斥一件事，第一天的汤我超喜欢。如果你是爱吃香菇的朋友，不像我本人就非常爱喝香菇鸡汤，你就会超喜欢昨天那个调味，药膳要的刚刚好，香菇味香的刚刚好。第3缸。第
3天。第3天呢，许先生煮的是仙草老菜脯排骨汤。鸡肉已经吃2天了，换个口味。仙草老菜脯这个汤包啊，里面一样放了老菜脯，还有青春的菜脯、红骨仙草、红枣跟黑糖、枸杞、姜片，通通都有了。我们刚刚打开的时候，一样是非常多包的药材包。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它应该可以来做个类似那种药膳排骨之类的，有没有？有仙草还蛮适合炖排骨的嘛。港丁，小块买爱，它里面呢一样啊，好多昂肉啊。你现在看到这个汤包里面呢，除了排骨跟那个秀珍菇是我们自己买的以外，其他全部都是汤包附的，所以你完全不用准备额外的东西，就是打开落落，米加落落，水落落，开火，这样就搞定这个汤。我刚刚在试的时候，我发现它的味道有稍微的，可能咸味比较没那么够，所以我这个汤头我有加盐，是我目前为止唯一有加过盐的，但是也只加一点点。刚刚我试喝的时候，我还直问他，你干嘛加盐？因为煮到后面的时候，它味道越煮越出来，那个老菜脯的味道直接被炖煮出来，咸味我也觉得刚刚好，不需要加盐，你们知道吗？我失言了，这几天这样子吃下来，吃到第3天，我觉得我的精气神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比较好一点，还是因为今天是台风假的关系，不用上班。应该是因为不用上班，你精神特别好。这个汤包它帮我们节省了非常多的功夫。第一个，它把所有这个要煮这锅汤所需要的所有材料都放在里面，你只需要准备肉跟你想要的，例如主菜啊或者蔬菜之类的。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老菜脯，把那个浓缩的味道放在汤里面煮下去，一整个释放出来。咸味的地方就由它来做担当，当然你还是可以依据你自己的口味调整。像这一锅汤，比起前面2天的，我就会觉得说它的咸味可能比较不够，我就加了一点点盐。老菜脯就是右边这个比较黑的，晒比较久的；年轻的菜脯就是这个，有没有颜色比较浅的？它们2种菜脯在里面，我觉得担当的角色完全不一样。老菜脯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它其实对肺跟呼吸道很好。除了仙草排骨汤之外呢，今天许先生一样用这个老菜脯做了一个焖饭，鸡腿焖饭，有没有上海焖饭的一个概念啊？应该是比较不像，我怕被这个攻击，被网友攻击。你知道，我们这个焖饭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就是我只要把饭洗好铺在底部，然后你把鸡腿，我们是用鸡腿。鸡腿就把它在上面煎个上色这样子，然后切小块煎上色，然后把它铺上那个饭上面，然后最后再把老菜脯，然后葱、蒜头，然后有人好像是说用红葱头啦，但我们家没有红葱头，所以用个蒜头就好了。然后再来加个辣椒，我加的是这3样东西，加上去撒的均匀一点之后呢，盖上去，加水盖上去，搞定！电锅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焖饭就出炉了，评价就简单呢，超级香。但是我今天有一个小缺点，什么？我水加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1.5扣 B， 然后我大概是用1.2扣水，因为我以为那个会再出水，你知道吗？但是其实应该可以用到大概2扣水。它这样子出来的饭啊，会比较嫩 Q，因为现在许先生水加比较少的话，它吃起来就会比较结实，它的饭粒就会比较结实，也是偏硬啊。色香味俱全，对，细缸。第4天呢，许先生选择了这个3代同堂萝卜炖汤包，萝卜一家人直接都炖起来。这个呢，比昨天的仙草那个汤包多了一个东西，它除了老菜脯跟青春菜脯之外呢，还多了一个萝卜钱。萝卜钱就是这位小朋友，他就是中生代的朋友啦，中生代的部分啊。青春菜脯是年轻的菜脯，吃起来还脆脆的，然后萝卜钱呢就是爬嘎已经像干了，但是呢老菜脯是晒到已经发黑发亮的那一种了，他们就是有一个咚咚咚，好汤上锅，3代同堂。最年轻的年轻菜脯有没有年轻的菜脯？然后刚刚讲的萝卜钱，中生代的萝卜钱，接下来就是黑到发金的老菜脯。我跟你讲，现在喝到今天哦，这个萝卜炖汤包，3代同堂萝卜炖汤包，现在是我的第1名。
这个吗？对，他现在变我的第1名。你问我，你问我，你问我。不要，好，我们到这边，谢谢。我喜欢第1天的香菇鸡那个汤包，我觉得非常好喝。那个其实你选的那个是好像他卖最好的。我个人很爱，我超爱。那个汤我也觉得很好喝，可是它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Q 勾熊贼。3代同堂萝卜炖汤包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纯粹就是萝卜的儿子、萝卜的爸爸、萝卜的爷爷全部放进去，好不好？所以它那个萝卜的层次比起第1天我们在喝的时候，它那个甜味又更错综复杂。我明明就是倒水下去，然后整包丢下去，我居然可以弄出这样的汤。哎，你还敢讲？你把人家一家3口全场灭口，好不好？灭族了。不免俗的许先生依旧用了老菜包做这个料理，我们的菜包呢？这个菜包呢真的超奢华的，因为这老菜包是一个很贵的食材，你不要把它跟我们一般的那个菜包相提并论。我会做这个菜包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都有做那些，比如说像昨天是做什么焖饭啊，焖鸡腿焖饭，然后在前天我们做什么？炒豆干，因为炒豆干这些它一包大概有50公克，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可能全部用完的。我大概这一包就是分了3等份，然后最后剩下一点点的那个老菜包的碎屑呢，我就把它剁碎。你看，就是大概剁得碎碎的，然后加上葱，直接煎了一个老菜包。你们会以为这个菜包能上面是不是超维达？不是，是因为我们家的老菜包本人，所以它那个黑色是老菜包，那不是我。不是超维达哦，是老菜包，因为我们把它剁碎加在里面，它就会看起来有点黑点的。强力跟大家推荐，如果你是用2颗蛋，你老菜包放2更到，少一点就好，太咸了。我刚吃上去太咸了，太咸了啦！我要洗肾了。你们来煎2颗蛋的话，或者3颗蛋的话，我推荐你就是用大拇指这样子大的老菜包就好了，你不要加多，10公克就好了。对，你只要加一点点就好，然后把它切碎，切到无敌碎，加进去，不要像它这样子贪心放一大块。因为我现在这边用，我觉得大概有用到20公克左右，所以你只要用老菜包，大概是我们1半的量，然后2颗蛋，我觉得应该就很 OK。这个应该可以用到4颗蛋。毁了这个菜包呢？其实不会到毁啦，是真的偏咸，可是味道还是蛮好吃。是会了，真的太咸，真的味道还是香啊！不要相信它，真的太咸。真香啊！真咸呐！挑战失败。哔哔。第5天。最后一天来煮个火锅。第5天呢，许先生用的是黑蒜老菜包炖汤包。这种老菜包炖汤包应该是很适合煮成火锅的，因为火锅就是把那种最后一天的食材全部东西都加进去，有没有？拢拢类。它里面呢，除了我们的老菜包之外啊，一样有年轻的菜包。最特别的是它有黑蒜头。刚刚我们打开包装的时候，那个黑蒜头的味道很带劲哦。这一包真的是营养满满。没错，老菜包本身也是一个很营养的食材，黑蒜本身也是一个很营养的食材，越黑我越爱。整锅哦妈妈，今天呢、我们煮火锅一样是非常的简单，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就只是买了排骨，买了火锅肉片，买了蔬菜，买了豆腐。没有蔬菜是上次烤肉剩下的，直接汤底给它丢下去，食材丢下去，我们一锅火锅就煮好了。我已经开吃了，你先试看看。我本来的想象是说，它这种炖汤包很适合放这种猪脂骨，这样子放下去可能会有点像那种药炖排骨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用这种猪脂骨，然后搭配这个汤包，再加一些蔬菜，然后高丽菜，然后肉片，这样应该就很像火锅。猪脂骨一开始丢下去是对的，因为我们刚刚炖这个半个小时啊，那个猪脂骨跟着汤底炖了半小时，它吸收了所有菜包的精华。而且啊，我们这一锅汤底里面除了加豆腐之外，我还加了这个豆包。豆包就是加在这种汤底最适合，因为它会把那个汤汁全部吸进去。我才正要说，你知道我现在缝隙里面全部都是老菜包的汤底。我们这一包火锅啊，一样是没有加盐的，全靠它的汤包。你有吃到有一种就是酸的感觉吗？我觉得微酸，它不是那种我讲的很酸哦，不是酸掉那种酸，就是我不会形容你。我觉得那个不知道能不能说是一个酸味，大家有吃过的应该会懂我在讲什么。就是黑蒜它有一个很独特的香气，那种味道呢，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不爱。本体来讲，我觉得它煮成火锅还是一个蛮均衡，味道蛮好的，不错。汤头尾韵还会有一点甘丁呀甘粒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它的汤底基本上算喝起来蛮天然的。
如果你在家里面是要煮给老人家跟小朋友吃，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合。你真的不用担心什么厨艺不好，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煮，你一定也可以煮，超方便。说实在，这个炖汤包我会很想要拿来送礼给一些，就是像我的爸妈跟你的爸妈。送礼超级方便的，因为他们有礼盒装。我觉得送给长辈跟我们的朋友真的没更小，没拍谁啦，没更小，没拍谁啦。它的礼盒也是大大方方，送礼送红的就对了，好不好？你们看我们这样吃完5天，你们有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汤包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3代同堂萝卜炖汤包。我个人呢最喜欢的当然就是这个经典老菜包炖汤包。非常的对味，你不用出去外面餐厅在那边跟人家排队，还要挤外带，不用，你自己家里就可以煮，我觉得很神奇。所以像我比较排斥那个香菇的，我就会选3代同堂萝卜炖汤包。这一包我喝完我也觉得蛮不错的。今天的这个黑蒜老菜包其实也不差。其实我妈妈自己最喜欢的是凤梨那一个，因为凤梨那一个是带有一点点果香味的。哦，那个也还不错。女生真的会很喜欢果香味那一包，但是我个人爱香菇，我就爱这个最经典的，最经典。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使用高家老菜包的这个炖汤包呢，煮出来的各种料理，也直接煮了1个礼拜，实测给大家看，完完全全没有开玩笑，都是直接吃完的，好不好？我们会把就是购买资讯呢放在叙述栏，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观选购。别忘了，他们送礼礼盒也很漂亮。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不要怀疑了，送这个就对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老菜部的开箱。如果喜欢我们家里这种烹调系列的，赶快敲碗敲下去，看看我们下次要煮什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影片呢。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你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别忘了 IG， 赶快去追踪我的 IG， 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生活动态哦。我真的觉得煮饭系的 YouTuber 真的好辛苦，我们要继续再加强精进，我们才可以往这种居家烹调系 YouTuber 迈进，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洗碗机喽。阿伟师上菜，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呢打算要做一个汤，然后再做一个卤肉。第一天最适合的有亮吧？